当仔细研究小粉红时，会发现。 台湾早就回归中国大陆，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心愿。就连有一天我站在祖国宝岛上，当台湾回到中国大陆的时候，我感慨，我激昂，我用我的梦想，我的心愿，让台湾回归中国大陆的时候，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梦想，因为我爷爷是个老头子。 看完这些不知道说什么，先进一段音乐吧。每周送关怀，满心送关爱，粉红特报充满爱，赶快订阅起来，有功不如愧对父母，没说态度，公众要走入了啦，那次不如在这大如花时代如花时命运安排，表现的不愉快，不如触动如个风花却来如他的中所期待，露出人生的精彩，如啦啦，那次不如。欢迎回到本周冯特报，我是各位做好的鲁共投资顾问波塔老师。这礼拜武统中配小维与恩琪终于也被遣返回墙内，而这些武统中配到离开时都还在浪费台湾社会资源。中国人没有错，我在台湾安全安国，台湾当兵把我强制驱离，我不服。你被遣返不服，但我看到这画面感到很舒服，送啊！来到民主自由的台湾，还在配合中共喊武统，那么爱中国，送你回去刚好而已啦，让你爱个够嘛！但送走这几个，又发现了别的。台湾面对的挑战不只是这些，本周还有传出共谍渗透到民进党里面当助理，幸好是抓到了，但我觉得真的判太轻了。我先说一下这事件，前立法院长游锡堃 （A.K.A. 水牛伯）近日被检调查出，他以前聘请过的一位办公室助理盛楚英遭到中共吸收成共谍，并涉嫌外泄机敏资料给中国。根据检方掌握的资料，盛楚英是2019年前后去了中国，辗转结识中共情资人员，结果经不起诱惑，出卖了台湾，涉嫌收受人民币、美元和虚拟货币等高达数百万，以提供立法院机密资料。北检认定盛楚英涉犯国安法约谈侦讯后，依国家安全法谕令新台币20万元交保，并实施电子监控。说真的，看到这新闻很不爽，也让我联想到之前被抓到的退役中将共谍案，这些人被罚的，我觉得都不算重。台湾的国安法是怎么回事？叛国泄密才罚20万，还让他交保，这部分我觉得很不合理。因为这些人他成为共谍，是在配合中共迫害台湾人的，这应该要修法加重刑罚。同时，民进党在这部分用人也要多留一点心思，并汲取教训。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今天你的角色是中共，你会选择渗透什么样类型的政党？当然是挑反共的政党来渗透嘛。国民党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了。国民党以前是坚决反共的，结果现在被渗透成红的。那现阶段在台湾还在反共的大型政党，自然就成为接下来的主要目标。到最后全都渗透成功的话，台湾就没有大型政党反共了。所以要多留意，这很危险啊！被当敌人，对方才会派间谍进去渗透，因为他要你成为他的人。现在蓝白的反而不会是中共想要渗透的主要目标，因为蓝白就已经在配合中共推亲中法案，动3国防预算，所以他们不会有间谍，他们那个顶多叫自己人。以
及根据报道，盛楚英居然不止曾经在游锡堃的办公室当过助理，也曾任职于立委邝玉琴、罗美玲、许志杰办公室。对此，民进党党部事后也火速发声明证实，盛楚英确定于2024年5月入党，送交评议程序处理后一致决议除名处分。那我个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很简单，不管是哪个政党遇到共谍就是法办，而且要严惩。呼吁我国的国安法要加重刑罚，真的太轻了。20万要干嘛？他收了几百万你国安法只能罚他20万，他会痛吗？对不对？但我觉得有抓到还是好事，危机就是转机。既然民进党都遇到这件事，就赶快推动加重国安刑罚的法案。虽然我个人觉得亲中的蓝白委也是会挡，但没关系，你们在这种时候更是要推。工程师发现 bug 都要修正了，既然 bug 已经抓到了，系统自然也要补强。就算没过，借这机会再次让台湾民众看看是谁在挡也行。上个月，美国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也有提到这部分，还发了一份名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秘密行动》的报告。这份报告的作者是前 CIA 分析师以及中国问题专家孟佩德等人。该报告表示，台湾正面临中共的秘密政治渗透攻击。报告也指出，中国在网络上对台湾采取全方位的恶意行动。北京当局会利用网络来收集情报，扭曲资讯环境。简单来说，就是带风向，并提到台湾面临的网络攻击次数是全亚太地区中所有国家里排名第一的。没有一个民主政体像台湾一样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外来威胁。中共这一系列对台湾的政治行动，目的都是在于削弱台湾人的抵抗意志。我们必须要团结阻止，否则这些行动恐怕会从内部瓦解台湾。这份报告也建议台湾应该对于共谍加重刑罚。那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事件有何看法？欢迎影片下方留言。另外，我目前对于大罢免活动的进度很忧心，所以想再次呼吁大家出门联署。也有看到同样担心的网友给我留言，波特网要不要教大家如何去罢免？我发现很多年轻人是不知道、不懂、不会去投罢免的流程。希望大家踊跃参与罢免，不要等亡国了才后悔。我觉得不只是部分年轻人，有一些长辈可能也不知道，所以大家真的要帮忙宣导给身边的亲朋好友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拉个2票、3票，就一定会顺利通过。现在第2阶段要联署罢免真的不难，如果你没有时间回户籍地也没关系，你就上网找一下离自己最近的罢免联署站，或是直接去最近的民党议员或立委的服务处，带着身份证印章，因为资料要照着身份证上面写。去现场你就说要联署罢免，就会有人协助你拿单子给你，接着只需要签名盖章即可完成联署，前后花不用你5分钟。拜托大家动起来！在我拍这影片的当下，就我的了解，罢免第2阶段是还没有任何一位有达标的，时间非常紧迫。不要认为事不关己，台湾正处于历史的转捩点，而罢免活动的结果将决定台湾人被赤化还是守住民主家园，同时也是展现出台湾人的决心，让国际了解。我之前提醒过大家，蓝白联手动3 50%国防预算，等同是让台湾自废武功，会加剧中共对台骚扰，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像是本周中共又对台发动军演，除了实际军演骚扰，中共也做图做动画，不断威吓，想逼台湾人屈服。是说中共东部战区做的动画，我看了里面除了丑化我国民选总统赖清德之外，居然有画出被羁押的柯文哲跟共谍高安国，可见这2位真的和中共关系匪浅，不然中共也不会没事声援他俩，然后变相印证了那些会说绿区绿蛙的，你们已经被中共认知战洗到错乱了，都和小粉红与中共网军使用同样的用语。如果你不希望战争真的发生，想要避免未来拿枪上战场，那你更应该现在选择拿起笔加入罢免联署，除掉亲中蓝委，增加中共亲台成本。如同美军印太地区司令所说的，他们的战略就是让中国认为 not today， 中共一直想侵略台湾，但只要让中共增加亲台成本，能够有效吓阻他，让共党觉得今天不是入侵台湾的好日子，那和平的日子就能维持下去。不能像现在这样放任亲中蓝委里应外合，为了和平必须罢掉蓝营。我们现在面对的不是一场政党之争，而是中共渗透与国民党配合演出的亲台剧本。恳请各位一起加入罢免联署，你签的不只是一张纸，这是你我改变台湾命运的开始。现在就是关键时刻，而荧幕前的你就是那位关键人物，就差你1票。如果你还没联署罢免，赶快行动。如果你已经签名了，也可以再约身边的朋友，请他们去签。接着话题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近日为海巡弟兄发生的一段演说。我们这只船的铁机啊，无？这铁机啊，若冲出来，会去插到阮的海巡的兄弟。铁机啊是活动的，大陆的渔船若是看到阮的海巡接近，就甲铁机啊冲出来。但是阮海巡的兄弟为着要保护咱的海域，这是咱的国家，因袂使过来遮甲咱掠去。
因是把性命交予咱的国家。因跳起你船顶，有可能会互载出去。因跳起船顶的时阵，有可能会去摔落海底，去互船压着。因跳起你船顶的时阵，迄一时、迄一刻，是把性命交予咱的国家，大家讲对无？这种医生敢会使抬吊？抬吊的医生都是因的平安，都是咱国家的安全，对无？中国的海警非法进入我国的水域，渔船越界捕鱼，我们的海巡冒险登检、广播扣船，风浪猛烈，天色漆黑，船身摇晃。我们的弟兄穿着装备，冒着危险，完成一次又一次的高风险的任务。这样的预算，真的不是在删一笔账目，而是在删我们海巡弟兄姐妹的平安。我跟大家报告，台湾的处境是安尼，我们正面临了一场没有看到传统武器的战争。这场战争没有开火，但是我们天天在打仗。军机、军舰、海警船、渔船、科研船、抖音、抖内间谍的渗透跟吸收，还有假讯息，这些都是敌人手上的武器。他们不只在消耗我们的国军跟我们的海巡，更在瓦解我们的社会信任，吞噬我们的团结意志。从马祖、金门到澎湖、东沙，中国一步步的在试探我们的底线，对24海里一直到12海里，因两头侵骨步步进逼。今仔日，敌人不只是伫咱的门口，甚至已经定弄入来咱的客厅。真侪人讲这也不是战争，但是我跟大家报告，这都是现代的侵略。跟国家安全、国防预算有关的蓝白立委给你联手删掉，这样的立委罢了吧？那今天影片后半段带各位来看几则送头留言。你的逻辑真的好搞笑！台湾主权未定论不是正好说明台湾主权是中国的吗？台湾主权未定论这几个字你哪里看不懂？这论述就是主张台湾主权未定了啊！怎么会因为未定就是你中国的？你这逻辑就等于是说，你今天路上看到喜欢的人，对方还单身，你就说这人单身未婚，所以这个人就是我的。也不管他要不要，所以小冯，你的逻辑就是这样。讲这种话还好意思嘴我逻辑搞笑，真的是太客气了。哪有你送头搞笑？你要我讲出这种话，我还真想不到。没有你这种粉红脑回路，真的是办不到。人类打仗都几千年了，地球上还存在主权未定的空地吗？除了南极、北极有国际协议是人类共享，任何地方都是名花有主的。何况这块空地还是个战略要地，还在世界最强国家的嘴边，你觉得可能是主权未定吗？你给我在地球上找出第二个跟台湾差不多情况的空地，给我长长见识。退1万步，台湾主权未定，那中国可以吃下来啊？哪个国家敢来从中国嘴边抢肉？首先，台湾不是空地，因为空地是指没有加以利用、空无一物的地方。而台湾有2300万人，有自己的政府、军队、货币，这不叫空地。真要说什么是空地啊？这位小冯，你大脑里空无一物，那就能叫空地。再来，世界上最强国家的嘴边，你这句也不对啊，因为当今最强的国家叫美国，不是你中共国。而台湾主权未定论，人家这主张是有依据历史脉络在进行讨论。如果你不认同，那你应该要拿出你的论述来辩论，而不是在那边说啊，你主权未定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啊。你这论述连狗都说服不了。而且这位小冯，脸给我伸过来站好，又要打脸你了。因为地球上还真的就有其他也有主权未定论的争议国家，就在非洲西北部的西撒哈拉，面积跟台湾差不多大，原本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现在是摩洛哥控制大部分区域，并认为这块地是自己的领土。但少部分靠近阿尔及利亚边界的区域，则是由撒哈拉威阿拉伯民主共和国控制。这是由当地的波利萨里奥阵线成立，他们也认为这块地是自己的领土。那可想而知，西撒哈拉也是冲突不断，已经50年了，都还没解决。联合国目前不承认摩洛哥的主权，也没承认西撒哈拉是独立国家。本来1991年在联合国介入下，双方有签署停火协议，并承诺公投，但后来又在选民资格上争论不休，导致公投拖了30年还没举行，所以最后又吵到打起来。就有了解当地拥有相当丰富的磷矿资源的重要不亚于稀土，所以可能还有得吵。虽然跟台湾不完全一样，但举这个例子只是想打脸小粉红。也有其他国家类似台湾一样有主权争议，有主权争议的领土不代表他们没有政府或人民，而是在国际法或主权主张上仍有争议。而台湾的情况是更特殊的，因为我们是具备完整主权运作的能力，只是中共常年来在国际上打压台
台湾，是真的好不容易，台湾人花了好多的时间努力走向世界，才让各国认识台湾，明白我们跟中国不一样。接着回这位小粉最后一句啊，你说退1万步，台湾主权未定，那中国可以吃下来呀？哪个国家敢来从中国嘴边抢肉？胃口如果真的这么好，主权未定，你中国就可以吃？那刚说的西撒哈拉也主权未定，你中国怎么不去吃？路边也有一些不知道是谁的狗大便，应该也算主权未定啊，你怎么不去吃？而且台湾迟迟让中共无法动手的最大因素，真的就是美国。当年韩战时期，也是美国派第7舰队来台海协防，台湾人今天才不至于沦为中共韭菜。台湾地理位置作为第一岛链关键，加上现在与美国利益相符，美国如果放任台湾被侵略，也会没办法对其他亚洲盟友交代，甚至威胁到美国自己的国安。所以你问说谁会阻挡？答案显而易见。我不认为美国会放任台湾成为中共国的一部分，但前提是台湾人自己也要有决心抵抗。根据《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签署一份名为《战时国防战略指导》的文件，并发给美国国防部人员。该文件内容更首次明确界定，遏制中国夺取台湾是美军的最优先任务。所以这位小粉如果不服，不要打台湾了啦，我建议你直接就出兵美国攻打美军。也别忘了说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日本政府，人家也是真的有在准备，已经计划要是开打就先撤离冲绳居民，避免一般人留在战场造成不必要麻烦。去年也已经在整建机场跟港口，随时应对紧急事态。菲律宾参谋长也在近日表示，台海若有事，菲律宾也没办法置身事外，会强化美菲军事合作，以应对紧张局势。另外，我个人也认为，要是中国真开第一枪，战线也不会只在台海，后面中印边境肯定也会烧起来。我发现一个特点，所有绿蛙都是毫无逻辑的乱讲，说钟明轩大外宣，但是拿不出什么证据就造谣，真的好笑。当初海峡导报是自己提到钟明轩，北京国台办也主动声明钟明轩，这样你还看不出来，觉得没什么的话，那也不勉强你了。毕竟判断力低落本来就是你的致命伤，也是因为这样，你才会是小粉红。而且我看了一下你这什么都没有的账号，也没订阅你想支持的大外宣，而是专程跑来我这边留言。你如果不是来洗地的，难道是来喜欢我的？我把你退订了，退订不是撤资，不用特别告知，而且你根本也没有订阅，你甚至连别人都没订阅，网军假账号还想装啊！下一则，最新公布的台独恶劣行径举报专栏里没有你，我真的替你鸣不平，所以我决定下午帮你写一封邮件举荐一下你，不然你这2、3年来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地台独工作就白做了，你说对吧？虽然这小粉是想酸我，但我非常欢迎你写信去举报，毕竟有共不辱，愧对父母，被说台独，光宗耀祖。下面的网友回复也蛮好笑的，你这么关心 Porter 老师，是不是爱上他了？就这小粉不知道是因为被看穿心思，居然更小灯熊体，反过来人身攻击别人是蟾蜍，有没有？真的不是我在说啊，中共网军跟小粉真的喜欢用这些词。然后我观众被呛完又回，别问别人是不是卵生，因为你妈已经变成赤身。不愧是我的观众，看久了都有学起来怎么嘴粉红，还懂得押韵。Porter 老师感到欣慰，暖心。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也欢迎各位加入我 YouTube 频道会员支持这个单元。我是波特王，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